人口结构呢，对市场的影响呢，绝对不是短期的。我相信这个理性的朋友应该都能明白，它是长期的，它连中期都不算。我们研究人口结构，本质上其实是在看未来的，从一个大的方向上，我们的在股市的资产配置在哪个方向会更合理一些。哪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更合理，我们就可以根据那个国家的周期去尽量往那个国家去移。我们期待它发生的是，比如说长期的市场均线是一个这样子往上走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样子下来的一个状态。我们尽量选择这样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的话题呢就讲股市未来10年甚至不止10年，10年到30年的走势。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分析美国的人口结构因为美国的股市周期是最长的，它能够给我们参考的数据也是最长的，便于我们去总结规律。然后我们会看一下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它会给我们未来10到30年的股市一个什么样的启发。然后呢，我们最后还会去对比中国、美国、印度跟日本，看看这些国家从未来10年到30年哪一个方向更好。我们呢，在研究人口结构对市场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就是你这个人到底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图呢？这个是美国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看这里这是25岁以下，25到34， 35到44， 45到54，每10年一个阶段。这些人的收入，深蓝色是收入，浅蓝色是支出。好了，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是就是这一个人，你们什么时候会去选择投资股市，或者是投资房地产？我们说这是1，这是2，这是3，这是4， 5， 6， 7，在哪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理性人嘛，那整个社会上就是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单一个体去理解什么时候我们会去选择投资股市跟房市。好，首先在我们低于25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花销是比收入高的。你想不想投？你想投，可是你没有钱。所以说呢，当你有钱，你已经攒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手里开始有积蓄了，开始有储蓄，然后你才会去选择投资风险资产，股市跟房地产，对吧？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一个部分的人是投资房地产跟股票的主力军？那么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它这一个部分的人很多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的股市有很多人会去参与，会推高它的估值？好，这是我们的假设，后面我们还会看数据。如果说这个地方的人很少，非常少，然后呢，我们发现呢，老龄化的人很多，年轻的人也很多，说明什么？他们总体来说是社会的拖累，因为他们赚的少，花的多，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赚的少，花的多，所以它总体对社会的贡献少，然后它的消耗要更多。所以当这两个群体如果超过中间这个群体的时候，市场就很难往上走。当我们理解了人口结构是如何影响市场的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再看这个，这是什么图这个本质上就是说，你就是不同年纪的人你的那个生产力的有效性，在这个位置呢，你不仅积累了你的知识，同时你积累了你的财富，这两个加起来，在这个位置就产生了非常多的生产力。这是人的一生嘛。那我们看好，这个也是这个图一样的。根据人的年龄来看黄色的人如果非常非常多的话，掩盖了中间这个生产力的主力军，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市场就很难有新增的资金，或者是说你整体
市场的这个基本面，大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你生产力就不够好，就不管是基本面也好，还是从估值来说，都是负向的影响。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是什么样子哈？这个图呢，包括我们的今天的结论呢，是主要从一个报告来的。它讲就是说，人口结构从长期来看是可以预测市场的，股票市场的哈。这是2004年的时候，加州大学的一个学术报告哈。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哈？我们首先看，这个是美国的新生儿。如果你去看这个美国的历史呢，就会知道在这里呢有一个婴儿潮哈，在50、60年代的时候，就是在战后啊，大家开始疯狂生孩子，出来一批人，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他们叫迁徙潮啊，就这两个其实本质都是婴儿潮了，本质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人口开始生。好了，我们看哈，这里是50到60年代，我们看美股怎么走，仔细观察啊。看哈，50到60年代，这是标普500指数哈。50到60年代在哪里？在这里。好了，在这个位置大家在干嘛？在生，狂生是吗？生完了之后怎么样？生完了之后我们就要养多长时间？要养将近20年。看，当你要养的时候，你的市场是什么样子？你的市场就横向波动了，因为不管是你从估值讲，大家中年主力金赚的这些钱呐，这些收入的这个差值啊，去干嘛了？去花给孩子了，没有钱去做投资了，估值上不去了。那整体社会的这一个位置的人非常多，消耗非常多。这一块呢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婴儿潮的这一块，我们过来看。然后呢，这些人呢，在这个位置是要成长的，对吧？所以股市呢就在这个位置横向的震荡。当这一批婴儿那比较年纪大的那一批开始进入了壮年，就是他生产力成为了社会的主力军的时候，我们发现怎么样？市场向上突破，稍微回调一下，向上突破了。然后这一部分人一直处在这个阶段。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股市场好，为什么这样子嘞？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婴儿潮啊变成了壮年，这里的人非常多。我们想象一下，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假如纵轴是年纪是从0到100岁的话，我们想象一下，婴儿呢这一批呢人呢巨多，然后往上成长，我们就变成中年主力军的人非常多了，对吧？那下面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了嘛，因为他婴儿潮过后就没有那么多人去那个就是生育了嘛。然后老年人呢，这一批婴儿潮还没有到老年哦，大概就这样子。所以这一批人呢，它的比例，它占比就是最高的，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好，胖肚子的一个这样的形状。好了，胖肚子一个这样的形状呢，他们逐渐的10年这样往上涨，直到他们步入了老年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整体社会的拖累，市场开始这样子。看啊，这个图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第一批婴儿潮的人已经超过50多岁了。看这个50多岁了，看到吗？已经往下走了。它的贡献就是这30到50多岁，20来年就开始往下走了，然后一批一批的，它成为了社会的负担，就横着走。不仅是社会的负担，它就是估值。而当你去研究人口结构对这个国家市场的影响的时候，你至少这个市场要有100年以上的数据才可以。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口周期要至少60年以上。美国的人口结构跟中国人口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最后还要去研究中国的人口结构，这个才是逻辑。那么我们说刚才那个报告呢，里面有一个数据，青中年，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一个部分的人的比例嘛，这个比例就是深色的这一条线啊，它应该是更平滑的。我们从100多年前开始把深色这条线拿出来，然后还把估值拿出来。
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高度相关的超长期的100年的相关的走势。这代表什么？人口结构对股市估值的影响是显著的。这篇报告的结论就是人口结构，特别是青中年的这一个比例，这个数据的大小对股市整体的估值的影响是有效的。影响股市走势的因素是很多，人口肯定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呢，人口的影响还跟其他不一样，因为它的东西是超长期的，这些走势都是别的东西，它不会完全的复制你这个，没有一个单一因素可以影响股市哈。如果你会做周期分析，你会发现把股市的价格想去提取出它的周期也是有显著性的，就你会发现基金周期的时候它的显著性是高的啊。然后朱格拉，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好像是设备，其他有没有影响？有，它不够显著嘛，够显著的我们才把它拿出来，但是这3个是同时对市场有影响的，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那么美国以后从超长期来看会不会进入像日本那样的情况？看哈，这个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来预期的这个美国的青中年的比率。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它不是一个这样子过程，它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横着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所以说从美国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未来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均衡的，是横着走的啊，不会对市场产生特别的正面影响或者负面影响。这是结论，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从人口这个要素上去下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结论。好，我们来看中国。中国目前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数据蛮多，但其实我看了更多的数据，我只是把对大家理解更有用的数据拿出来跟大家讲，能把这个逻辑去捋顺哈。好，我们看这个2019年的时候，它变化不会很大，因为人口嘛，你创造不出来的，你的新生儿是在这里，你到了这里它肯定是往上走的，它没有办法说在这个位置去突然间生出来一个人是30岁，是不可能的。这是2019年的，其实跟2023年区别不会太大哈。人口是一个超长期的因素。我们看哈，现在目前呢，中国其实是有人口红利的，什么意思啊？老年少，下面少，中间大，就是它这一段会小一点嘛，它下面婴儿也是比我们多嘛。印度呢，婴儿巨多无比呀。所以我们会想象这一段将来会往上移，明白吗？这一段就没有了嘛，就走出这个人生的舞台啊。其实如果我们看现在，假如中国是1，美国是2，印度是3，咱们不看以后，咱们看现在。如果说现在你们觉得谁最健康，谁最有红利，谁最处在人口红利的最顶峰啊？这个是人的年纪嘛，对吧？这边是年纪小的，低于25的，这个是高于75的哈。如果我们中间这一部分人大于旁边的，你这个社会是均衡的嘛？如果你中间这一部分小于这个旁边的，那你这个社会就完蛋了，你就是全部都是拖累嘛，就你全部综合下来就是拖累嘛。现在其实中国是最健康的，它这个少，这里也少，拖累很少，中间这个正是大肚子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经济结构突变，突然间就变成了日本那样子的，就是债务也破掉，然后大家都处在这个老龄化，就是社会的压力哈，这个压力特别大的这个阶段还没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是2023年的数据哈，刚才这个是2019年，那我还是拿一个2023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年的数据来给大家看嘛，来证实我们现在是很健康的。你看正当壮年这个大肚子，所以我们从目前这个人口结构来看，我认为至少3-5年之内是不会出现这边突然间跳出很多老人，这边突然间跳出很多婴儿，是不太可能的
来全部抵消掉了中壮年对社会的贡献，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它不是凭空突然间出现的，它是一点点成长过来的，它是客观数据，任何人都做不了假的。所以这种大肚子的形状本质上是很好的一个形状。我们再看这个图，我们怎么去对比这个中国跟其他国家？我们看哈，这个中国大陆的青壮年在2034年之前依然是占优的，就至少还有10年的时间，我们是比美国强的。你看这个中国大陆是红色的嘛，然后美国是蓝色的，我们是超过它的。最高的人口红利是这个时候，是2010年的时候。但现在我们虽然说下滑了，我们人口红利是在下滑的过程中，但是我们依然是超过它的。至少在2034年以前，我们是优于美国的。从人口这件事情上来讲，从劳动力这件事情上来讲，然后就是我们看日本啊，日本就很稳定的很低呀，几乎是毫无翻身之力呀，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啊，或者负向的循环。你婴儿潮这一批人长到了适龄的年纪，他还会生嘛，所以他又会产生下一批婴儿潮嘛。那你婴儿潮都没有出来，没有孩子，那你下一批他就不会突然间出来适龄的产妇突然跳出来很多产妇，因为他在适龄生育的年纪的人也很有限，所以日本就是横着走，也有波动，只是这个波动通过长周期给拉平了。然后我们看美国呢，就是横着走嘛，对吧？他们这边非常鼓励生孩子啊，中国是往下走，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太少了。我们看后面，其实这个斜率，虽然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处在有人口红利期啊，但是这个斜率下降最快的。那么这是未来哈，我们再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刚才讲说，如果你中壮年的比例如果是50%的话哈，你正好就是把小孩子跟老人的对社会的拖累给抵消掉了嘛，对吧？所以这个50%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人口红利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32年之前啊，我们还是处在人口红利期的，还有10来年呢。所以说，我们讲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突然间变到日本那样的股市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小的。所以我知道现在目前市场确实很不好哈，一直在波动，在底部。大家都很悲观，可以找出10000个理由，拿出你悲观的东西来。首先呢，第一呢，从情绪上，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悲观的东西。其次呢，在客观上，基本面是走在市场后面的，基本面确实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如果你全部拿出来讲，是有很多可以讲的。可是从我们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说，我们 A 股就直接这样子下来的概率比较小。从我们人口结构来看，我们依然还是有红利的，还大概有10来年的左右。那么我们选谁哈？就在未来，如果我们除了我们讲说我们以前做股债平衡哈，这个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视频，股债平衡。那未来我们将做股商平衡，特别是这一次呢，中国股市下跌之后，我们会发现，竟然连日本啊都往上走了。印度更是一直在创新高，美股最近也创了新高，大家就一直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中国的这部分资产都移出去做别的嘛，对吧？股商股也有很多股嘛。好，那我们看啊，选谁？如果我们先不想那么多，就今天讲的这个话题，看人口结构。好，这个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一个图，好，一模一样的图我拿到这里来，这是现在的情况。这个是2050年，就是30年后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什么区别？看中国呢，老龄化这里就大起来了，中间这里小了，下面更小。美国呢，老龄化也蛮严重哦，再加上医疗比较好，所以大家都蛮长寿哈。中间大肚子，下面依然有补充。然后再看印度呢，大肚子有补充，老龄化又少。1、2、3，未来30年长期来看，假如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套利 K 线的话，长期的走势谁往上走，就是他们对比哈，它不是一直这样啊，它也会有上上下下的哈，有的时候是他跑赢，有的时候是他跑赢，对吧？
但是呢，它依然会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斜率，是往上还是往下的一个斜率，对吧？你们认为谁会更好？有人回3，就说明听明白了。好，为什么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印度哈？很多人你看啊，在我们中国处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会发现外资会到这里来建厂，对吧？他要建个10年厂，在这里生产个20-30年，把这一批红利用完，对吧？用完，现在有一部分厂开始迁到印度去了，然后呢，他们再建厂，再在那里生产20-30年，来利用他们这里的。这个是日本的一个预测，我们会发现啥？其实还蛮准的，我觉得，因为这个报告其实是2000几年出的嘛，等于说它后面这一块全都是通过前面的人口数据来预测的。我会发现这一段是上行的嘛，还确实哦，日本股市就从这开始基本上就开始企稳了，到这里创了新高，确实是。所以日本未来10年呢，通过这个人口结构数据看呢，应该不会产生一个像大家，我有看到研报讲说日本可能会进入牛市，就是未来很长时间牛市哈。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会认为说可能这个概率比较小。就我们单纯从人口结构，今天我们的话题从人口结构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概率比较小。它是把刚才那个图给放大了，所以你会觉得波动比较大哈，但是它其实还是平着走的，基本上。好，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几个国家的目前的东西哈。中国呢，现在怎么样？现在很厉害，对不对？未来呢，在这个人口结构上就很不利。美国呢，现在 OK， 未来也 OK， 挺平稳的啊。日本呢，一直都是现在不行，未来很长时间也不行哈，这个人口结构。印度呢，现在不如我们啊，现在不行，但是未来是 yes。这个总结就是刚才我们讲所有的数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论，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大概的行情哈。但是我们投资不会投那么远，对吗？我们投肯定是投一个周期，大概2-3年左右哈。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说一些欧美的研究报告会讲说，印度呢在2024年会跑不赢，就是股市会跑不赢中国，因为它的估值也好，什么也好，它抢跑。我觉得我们中国哈，2023年初的就是停摆，它对整体市场的影响，对基本面的影响是滞后的，它不是马上发生的，就是它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不是就不行了，而是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消化掉。如果说就未来1-2年来看的话，我认为中国的股市没有毛病。你要说未来慢慢的开始逐渐的配一部分在印度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就是说目前我们手里的中国股市的仓位，就我个人我自己哈，不是投资建议，我认为我不会想去动它。这就是今天的结论，有数据，有依据，有结论。